vivo X200系列发表之后，受到非常多的期待，尤其是 X200 Pro 的拍照部分。这是大家关心的重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长焦镜头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另外一个重点就放在主镜头没有用上1寸的感光元件，到底行不行啊？在记者会后，短暂几天拿到了 X200 Pro 测试了一下，到底结果如何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在 vivo X200 系列记者会之后，随即就拿到 X200 Pro。这款是中国内销版本，一般来说，内销版跟国际版本上的规格都会有些微的差异。不过这一次就以中国版本的测试结果来分享给大家。这支影片会以拍照实测为主，其他效能功能的部分介绍可以看之前的影片，这边就不再多说了。先来复习一下 X200 Pro 的相机规格。X200 Pro 的长焦采用2亿像素 APO 超级长焦，感光元件是三星 HP9， 尺寸为1.4寸，光学焦段是3.7倍，也就是等同于85mm 的等效焦段，光圈大小是 f2.67。因为这颗镜头有着高像素，还有像素4合1与16合1的功能，所以在3.7倍到20倍之间都有着比拟光学焦段的成像。不过这个当然就是官方的说法，到底实际的表现如何呢？我们等等测试跟大家分享。主镜头部分采用5000万像素1.28寸 Sony LYT818 感光元件，并非采用1寸感光元件的原因，当然就是 vivo 认为这颗感光元件在拍照的能力上不会输给1寸的感光元件。那会不会比 X100 Pro 主镜头表现还要好呢？这一部分我会另外辟一集来跟大家分享。超广角部分呢是15mm 的焦段，会用上5000万像素的1.76寸 ZN-1 感光元件。看完了相机规格，接下来就分享实拍给大家。vivo X200 Pro 的光学焦段从超广角镜头的 0.6倍，一直延伸到长焦的 3.7倍。但因为长焦镜头采用2亿像素感光元件，所以在更高的倍率上有着10倍甚至到20倍都有着光学焦段的拍摄品质。我们就直接来看照片，在色彩表现上，各焦段的色彩一致性上算是相当优异的，色彩调性上饱和，但并不会太过度，锐利度有稍微调高一点点，但不至于刻意拉高的感觉哦，可以让暗部的线条有更适切的表现哦。在细致度上，0.6倍到3.7倍的表现，当然不用特别说，就是光学焦段该有的表现。而1倍的表现，并没有感觉到感光元件比较小而有比较差的感觉，反而在逆光的时候 ，HDR 的表现更为优异。而大家最关心的超长焦镜头，10倍光学呢，就是光学焦段的细致度，细节上表现得非常的好。那20倍呢，虽然没有像10倍的细节那么优异，但你只要不要去过度放大它，也有着像光学焦段的一样的水准。令人比较惊艳的是30倍的表现，只要在光线充足下，不特别放大，细致度的表现也感觉不出是数位放大的结果。而原本大多手机都拍不好的100倍焦段，在光线充足下也有令人惊喜的表现。夜拍部分，这一次我并没有太多机会测试所以就以少数的照片来分享。日后台湾引进之后会有更详细的测试，但可以确定的是，从0.6倍到10倍的夜拍表现上都不太需要太大担心。vivo 人像拍摄一直都非常优异，我想有用过 vivo 手机的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这是 X200 Pro 在 3.7倍超级长焦的挹注之下，有着光学焦段 85mm 的长焦人像外，还新增了 135mm 的焦段，表现令人非常期待。人像模式内建5个非常常用的焦段，分别是23、35、50、85、135mm， 并可以搭配蔡司经典人像镜头光斑效果来进行拍摄。85mm 跟135mm 通常都会用在特写焦段，也就是对准你的脸的拍摄所以对于细致度上的要求会变得更高。实拍后的表现真的非常出色色彩还有肤质的表现都相当的自然。基本上，如果你没有特别说的话，我其实感觉不到它是用手机来拍摄的而超级长焦的魅力之一就是压缩感。把背景拉近的能力是许多摄影爱好者非常喜欢使用的拍摄手法。它结合了人像模式之后，可以让构图更与众不同。
在23、35、50mm 的焦段也各自有其魅力啊，搭配不同的虚化光斑效果，都可以呈现不同的风格。那镜头包中啊，它有非常多的风格，包含了23mm 的风景人像啊，35mm 的街头人像等等哦。其实，如果你难以决定焦段风格啊，或是光斑的风格的时候呢，你直接使用蔡司经典的镜头包最为方便，里面都帮你配好了哦，所以你就不用去有选择障碍，我到底要用哪一个焦段、哪一个镜头啊、哪一个风格这样子。那接着我就分享几张人像随手拍的照片给大家，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格拍摄的人像作品。vivo 长焦舞台模式是年初 X100 Ultra 发表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现在很完美的移植到 X200 Pro 上。很多朋友啊对 vivo 长焦舞台非常期待的原因，就在于啊用智慧型手机拍摄舞台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舞台上的灯光非常的混乱，尤其是人像在照射人像的一个灯光会比较强一点，那背景的灯光非常的暗，所以很容易造成主角过曝，那舞台部分呢就过暗。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焦段到底足不足够？毕竟不是每个朋友都可以买到摇滚区嘛。而这两点在 vivo X200 Pro 的长焦舞台模式都可以完美的解决。vivo X200 Pro 不止焦段够长，数位变焦的解像力也够，在演算法的挹注下，光线控制得宜，完全不用手指再次点选主角调整 EV 这么麻烦才能拍摄直接拿起手机就可以拍。那因为它内部的长焦结构有重新设计过，演算法也加强了影像的合成能力，所以对焦上更为快速准确，数位长焦更为清晰，在长焦舞台上也有更好的表现。究竟拍摄的结果如何呢？我只能说，目前应该没有其他的手机可以做到拿起手机转到舞台功能，直接按下快门就可以拍出照片那离舞台比较近的时候，其实相对简单当然，对于 X200 Pro 来讲，根本就是轻而易举。加上长焦之后，甚至连乐手的表情呢，都可以轻松的掌握。如果你没有办法买到最前排的票，在距离舞台比较远的距离的时候，直接使用超长焦段拍摄，同样具有非常好的解像力，而且因为距离所产生的压缩感就会出现，会呈现另外一种构图的美感。vivo X200 Pro 这么优异的长焦，不只可以用来望远或是作为人像特写，在拍摄动物或是小物的时候，也能表现出更好的细节特色。实拍后发现，长焦镜头受益于内部结构重新设计，对焦上更为快速准确。另外，在演算法也加强了影像合成能力，让数位长焦更为清晰。这点尤其在长焦微距的表现更为明显。高倍率微距所带来的自然前景深效果，当然就更自然了。最高可以达到20倍的长焦微距，拍摄上也更为方便。在20倍长焦的时候，解像力依然足够。另外 ，X100 系列推出时的长焦选日功能，在更优异的 X200 Pro 长焦镜头下，也有着更好的表现。只要在天气够好的日落时分，拿起手机按下快门，轻松就可以拍出日落的照片。拍摄时透过蔡司 T-Star 镀膜减少耀光跟鬼影的出现，还能透过演算法来调整画面的色彩，还有太阳边缘的轮廓，呈现出好看而且自然的感觉。这次还测试之前很少用的抓拍模式，没想到在搭配长焦镜头之后，居然如此的好用。这是我在环球影城中拍摄一些剧场，这些剧场都有一些快速移动的一些动作。没想到要去拍摄这些动作的时候呢，有了长焦镜头搭配抓拍，就更容易凝结瞬间拍下更好的作品。vivo X200 Pro 在录影功能也提升非常多，尤其是手机录影最缺乏的录音功能，它可以降低环境音的干扰，专注于收录前方的声音。这功能可以自由切换所以我们就让大家直接观赏一小段录影收音的功能。在录影变焦的部分，
因为3.7倍以上都是用同一颗镜头，所以在拉近拉远的时候不会有变焦的突兀感。但如果是遇到要切换镜头时，例如说从3.7倍切换到1倍的主镜头的时候，虽然它连续感已经非常好，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切换时的顿挫感。这部分我觉得以手机来说还是不太容易能够解决的。这次还特别加入了 4K 120fps 的录影功能，可以在更高解析度底下实现慢动作。这部分可以为摄影剪辑带来更好的素材，是真的相当实用的功能。整体来说，蔡司2.1 APO 超级长焦经过了 X100 Ultra 的琢磨之后，在 X200 Pro 上算是已经开花结果了，体验相当的优异，尤其在长焦舞台还有长焦人像上，我都非常喜欢。真的有着以往用单眼拍摄相片的成像感。认真说有了这么好的长焦，真的可以放下相机用更轻松的方式来进行拍摄。以上就是 vivo X200 Pro 的相机实测，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